我们来看到，在川习会前夕，北京还有中国大陆的部分先动刀了。最主要就是要来对付美国最核心，针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武器，还有全球的经济武器，就是它的长臂管辖，要斩断美国的经济霸权，同时希望能够建立的是人民币的交易措施哦。那么再来就是这一场习川会前夕，现在呢，习近平是掌握2大王牌，有哪一些呢？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那 CNN 是这样说的：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完全占上风。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刚刚讲了习川会前夕呢。中国大陆祭出了2招，要指导美国最核心的经济武器，因为美国现在不断的在全球做出它的长臂管辖，所以大陆有2招。第一招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要祭出这一招？主要的原因就是来看一下背景，美国呢现在针对于采购伊朗原油的5家中国大陆的公司呢做出了制裁之后。大陆就祭出了所谓的阻断办法，要求说，针对于美国的制裁，中国大陆的企业是不需要跟着他们执行的，所以就是不承认、不执行、也不遵守，等于是直接斩断美国的长臂管辖，这是第一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来看到，同样呢，大陆现在担心的就是美国因为一直基于政治的压力哦，不断的施压这些企业，要求这些企业如果受到外部的压力转移供应链的话，大陆就可以针对这些企业来做调查。做的调查可以涉及到哪些事情呢？也就是说，你这一间企业的相关人员接下来可能就不能离境了，而且如果说你这间企业被认定违法的话，接下来可以禁止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陆做投资、做进出口。出入境，而且还会撤销人员的工作和居留资格等等啊。针对于这些企业就做出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中国可以说是接连2招出拳，都是完全冲着美国的。那当然了，其他的国家也要接下来接招，就是说你到底要选中国大陆还是你要选美国？同时也告诉美国说，长臂管辖只要伸到中国就会被斩断。未来的企业如何做？针对于大陆的这一些招数，上志哥怎么看？好，中国商务部这次提出了这个3不政策，不得承认、不得不执行、不得遵守。就是说，美国你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特别是山东地区买了很多伊朗的原油来做一些加工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产业哈，那么不只是支持这个产业本身，你不用理美国。它其实这个宣布主要是针对什么？是针对因为这些他们从伊朗买了油之后精炼之后，其实是卖到亚洲很多国家的。所以它其实这个通知，一方面是告诉企业说我挺你，二方面是告诉亚洲这些跟商东做生意的国家说你们不用理美国，因为这些部分他们还是得要跟他们买哈。所以美国方面向来就是你列入黑名单或列入这种制裁的情形之下，意思就是说这10家我要制裁你，我要控制你的部分呢，在美国资产啊或各方面跟你的这个所谓的交易。除此之外，美国只一方面也警告跟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国家或者是公司，你们不要跟他做生意。所以这里头一方面是第一次中国大陆在过去像华为、中兴那个年代哈，只要中国大陆的企业被美国制裁，其实中国大陆官方通常是表示一个比较静默，看你自己企业怎么处理。因为中美的部分有政治外交很多的部分的高度的不的问题，所以中国没有那么去挺企业，或者是那么没有从基层这个当中去看，因为每个政策当中很多都是牵法动全身的。但是这次商务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最近所有包括先前 Manus 发改委不让 AI 机械的科技被美国收购了，也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很具体对于企业该怎么走，企业被美国制裁本身是国家来挺你了。而且国家挺你也是对全世界跟这几个石油国家的部分宣告，美国们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做生意，你们自己决定。所以这里当然就是牵涉到，就是不是中国大陆已经具体的方法。我认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算是最厉害的招。我想中国大陆真正最厉害的招过来，还是不买你的大豆，让你其中选举选到不行，稀土管制你，特别让你军民。现在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军工业没有办法再做加速，都是因为稀土还是被控制。因为中国大陆不是不卖你美国，是所有你跟我们买的泰国啊、东南亚、印尼，你想转卖给美国，全部都控制你，特别是军工业哈。所以现在这个真正的对抗，我还是没有来。我认为现在刚出的这2个规定都还是小猫咪而已，但是已经看得说。中国大陆好，就是稍微就是很沉稳的来看，你美国还会出什么招？我提醒观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注意哦，美国现在真的也出狠招。首先，伊朗石油这是在这个部分的这个列入黑名单是一部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在美国国会在讨论的针对于 DUV
这个光刻机的后面的维护服务涉及美国专利的荷兰、日本，你都不能卖，不能派任何东西给中国大陆，这个是釜底抽薪的，要斩断中国大陆的，包括中芯国际啊、华为的这个所谓的成熟制程，这个法案没有过，很有可能过。当然过的时候要不要执行还不知道。如同这次我们看到的，到底美国会不会执行？到底中国大陆会不会执行？所有这个对抗的这个宣布之后，实际执行层面，我还观察才知道，到底中美在这方面的冲突的影响多大。好，所以习川会前夕哦，美国的动作非常的多。刚刚看到了，不只是打这一场长臂管辖的石油战之外，还打科技战，限制 DUV 等等。干哥怎么看这个习川会前夕各种的大动作？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中国大陆，这个我们非常的关注。我今天特别带来这个叫做C-17全球霸王式的运输机，这是什么？这是战略运输机，它的级别跟我们中国现在最新发展成功的运20是同一级的啊。那这个是全世界第2大的战略运输机，那第1大就是美国的 C5银河式，以及俄罗斯的 AN-124啊。那像这架飞机出现，我们眼睛都瞪大，为什么呢？飞到北京机场去干嘛？原来他放下了2辆野兽啊，野兽什么坦克车啊？不是，它是全装甲式的防弹凯迪拉克。那是谁做的呢？当然是川普。对，跟他的随行人员做的。美国总统在这个他在移动之中，一定会有2辆凯迪拉克，他们都是防弹的，而且装甲，而且你不知道是前面那一部还是后面那一部，他会换着做的。这是他们维安系统里面惯用的做法。那这一架 C-17全球霸王式运输机，它到了北京机场之后，它从它的这个卸货门放下了这2辆车之后，你就会晓得说，川普要来了，这件事情可以被验证，证实了，因为这架飞机出现，就可以代表着军用运输机，而且这种飞机一出现就不是简单的，这个讯息是非常强烈的。这个后面的意义，等一下我们大使会跟大家说明。但是我一看到这架飞机，我就知道说，先遣部队已经去了，重要的车辆、资讯工程，当然机密的他们不会给你看，可是它就是等于是对川习会的前沿部署跟制作，他到任何国家去，他都要带这些装备去的。你要尊重他，因为这架飞机是美国的领土、美国的资产，它从上面所下来的都是属于它的外交途径里面必须要被接受的。好 ，OK， 你今天看到2架 C-17分别到了北京机场，就代表说贝森特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不会因为伊朗战争而迟延。原来5月真的会有川习会，可是在川习会之前，你美国的动作实在太难看了。你竟然说查扣了什么？查扣了这种茶壶炼油厂。茶壶炼油厂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说，中国其实它一直在支持着伊朗其实我跟各位讲中国的茶壶炼油厂现在都在收伊朗的原油。可是这个原油呢，你会想说大概收一部分，对不对？不是，现在已经收到一天收140万桶了。所以美国商务部为什么会跳脚？你收那么多，我告诉你，它已经快被我们整垮了。结果是中国在至少让伊朗不要真的一口气喘不过来。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老实讲，这些中国国营石油企业会被美国商务部制裁，那怎么办呢？所以就由茶壶炼油厂来炼嘛。茶壶炼油厂是什么？就是小型的民间炼油厂。那这种民间炼油厂现在也上次刚才说已经有10家了，被制裁。可是我说句实在话，在商务部里面有名单，可是你制裁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都是登记在伊朗成立的空壳公司，它还不是在新加坡注册的。然后这些公司，比如说随便讲一家说山东寿光鲁清石化这家公司，我跟你讲，你去查不到，完全查不到它的海外资产，所以你扣不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北京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我们就是在收伊朗石油，你要跟我见面吗，川普？那这件事情你要怎么给我一个说法？我觉得这场戏蛮好看的。
正好可以给川普一个下马威，我们也等待着好戏上演。好，我们看到美国给中国大陆下马威，中国大陆也持续的进伊朗的石油给美国下马威。那在这场川习会几乎证实一定会举行之下，我们来看到来自于外媒的报道，接下来会特别关注的议题有哪一些哦？这是来自于外媒说的，会包括了3大议题：台湾、经贸跟伊朗的议题。那当然了，川普非常需要见习近平，希望转移他在伊朗战争失利的焦点，同时他希望大陆可以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商品。CNN 说中国明显占上风，因为他手上握有稀土跟庞大市场2大王牌。习近平未谈先赢吗？如 CNN 所解读的是这样子吗？谢大使如何看？现在就是说各界都是这样认为，就是3大议题了：台湾、经贸、伊朗。那我们台湾问题先不放在一边，就经贸，你觉得是大陆占强势还是美国占强势？因为美国跟大陆打着贸易战跟科技战，中国大陆这个事实上的话，这个整体的贸易量不减反增啊。然后另外一方面 ，GDP 去年也达标5% 啊，今年还是定在4.5到5.5之间呢。所以经贸好像美国打了这么多年，美国没占上风。那现在这次川普要去大陆谈经贸，不是说我要给你多少制裁，而是说你要跟我买多少东西。今天美国要大陆的买大豆，买农产品，又提出来一个希望买波音飞机，对不对？所以经贸看起来是美国求于大陆的多。伊朗的问题的话，是美国现在泥淖，中国大陆事实上在旁边是一个怎么讲，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姿态。所以伊朗的问题还是美国要求中国大陆。所以就变成这个3个大问题，已经2个问题是美国要求中国大陆的情况之下，相对弱势一下。所以台湾问题的话，中国大陆事实上就可以正式把这个台湾议题放到跟美中元首上面一个重要的议题。而且这次各种迹象，美国这个过去1年来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各种重要的报告都显露出来，中国大陆这次是主攻，对美国来主攻。过去就是说，你美国要遵守建交3公报这些原则、这些文件，你不要脱离了这些你当初在这个美中关系里面的建立基础、政治基础的最重要承诺，不但提醒美国不要怎么讲就是说弃信背义或者毁约。那这一次看起来，各方面迹象显示是中国大陆主攻，就是让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两岸的问题上做一个根本性质的表态。美国过去大概就是说不支持台独，那现在大陆是要求你不要不支持，你要反对明确反对。而且也有一种声音传出来，就是大陆要美国就是说公开正式支持两岸用和平的方式、渐进式的方式来统一，支持两岸统一。是，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现在提出来了。当然，美国会做多少回应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可是呢，问题就这个议题可以说叫我们来讲，谈判上已经正式提上议程了。对，提上议程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问题上，大陆的立场越来越对美国有所要求，而不是说他对他旧有的承诺不要背信弃义，而是说有新的要求出来。所以这也是大陆在整个这个整体跟美国关系力量的对比之下，中国大陆现在掌握许多这些比较优势的这个地位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就对美国可以说是欲驱强硬。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